不是马上能够投胎了，你要等1000年才。但是呢，这种设计啊，就是有个缺，就变成了社会的个盲流，变成了社会隐患。那孟婆汤又是如何熬制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我又来了。我们今天啊是说孟婆和她的汤孟婆汤。那说到孟婆啊，我们就说到奈何桥了。奈何桥啊，就是孟婆上班的地方。奈何呢，实际上就是佛家里面所说在地狱里边的一条河，河的名字。那么这条河上有一座桥，就称奈何桥。人的死亡之后啊，你要是投胎转世嘛，就一定要经过这座桥。喝下了孟婆啊给你这碗孟婆汤，忘掉了人世间所有的记忆啊，然后才能够投胎转世。那么不少故事啊或者传说里边就经常会提到这座桥，像《西游记》里边第11回啊，就有一首诗写到了：时闻鬼哭雨声号，血水浑波万丈高。无数牛头并马面，真银把守奈何桥。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说奈何桥，我们今天说的是孟婆。孟婆呢是在中华民间信仰里边是一个遗忘的管理者，也是一个地府的一个常年的女神。那据传的孟婆呢，她在世的时候啊，她不愿意回忆过去，她也不想未来，她只呢一心一意啊劝人行善。传说呢，在天地初开的时候啊，世界就被分为了3界：天界、地界和人界。那么天界里边住的都是神嘛，地界就是阴曹地府了。那么天和地之间的人界就是我们凡人生活的地方。那凡人呢，我在上一篇也说过，可以修炼成仙。当然，绝大部分的人死了之后呢，都是会到地府里边重新轮回，来世啊再投胎。但是呢，这种设计啊，就是有个缺陷在里边，就是很多人啊，在寿命终结之后啊，还会受到生前的爱恨情仇啊、恩恩怨怨的牵绊，他就不愿意去忘记这些事情。导致了他们在进入地府之后啊，仍然不愿意放下人世间的各种执念，就像电脑一样，他不愿意被格式化。那么这些人啊，他拒绝重新轮回，但是呢，他们的阳寿呢又没了，那只能变成孤魂野鬼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成为天界、地界、人界3界中的一个隐患。那阿飘他不愿意投胎，冤死了要报仇，或者呢是不愿意忘记自己拥有的这些家庭啊、财富啊，就变成了社会的个盲流。变成了社会隐患了，那么下面肯定也要治理了嘛。于是呢，就有了孟婆汤。孟婆在生的时候啊，她姓孟，但是呢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呢大家都称为孟婆。孟婆后来呢，孟婆就入山修行了。修行之后呢，她终于得道了嘛。上天呢就特命孟婆为遗忘之神，还为她铸造了一个玉望台。那这个玉望台造在哪里呢？它造在了地府的第10殿第6桥下。而孟婆的职责呢，是确保所有前往投胎那些鬼魂啊，全部都忘记自己前世和地府中看到的一切，以避免人世间这种爱恨纠葛啊带到来生，也防止呢泄露阴曹地府中的所见所闻。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后土娘娘，她发现了地府中这个盲流的社会问题之后啊，就把自己的神格啊一分为2。你想，人有人格，神也有神格，一个神格继续维持着轮回机制的这种运转，另外一个神格呢就化成为孟婆啊，驻守在奈何桥头，然后呢又费尽苦心的调配出孟婆汤这样一种纯天然无公害的地府饮料。那有杠精就要说了，我就不喝。比方说为了来生再见到今生的最爱，那你可以不喝这个孟婆汤，但是你呢必须要跳入忘川河，等到了1000年啊才能够投胎了。就不是马上能够投胎了，你要等1000年才能够投胎。那在这个奈何中的1000年，你或许会看到桥上走过今生最爱的人，但是你言语又不能相通，那你看得见他，他又看不见你。你看见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奈何桥，喝过一碗又一碗的孟婆汤，那你又盼着他不喝，又怕他受不了忘川河中的1000年煎熬之苦，那你多难受啊！那1000年之后啊，你若是心念不灭，对吧？还是这样痴情，还能记得前生事，就可以重回人间，去寻前世最爱的人了。那么孟婆的职责说完了，我们再说说她这个汤。那孟婆汤又是如何熬制的？那这根据民间传说啊，孟婆在各个河畔采集各种各样的草药，再加上有迷魂作用的这种忘川的河水，采用喜悦之类、伤心之类、悔恨之类、离别之类、相思之类等等8种泪水混合在一起，熬制出独特的配方，形成了一种集酸甜苦辣、咸涩辛冲8味的迷汤，俗称孟婆汤。那一旦是喝过这个孟婆汤啊，会立即的完全的失去记忆。要过奈何桥离开地府，你就必须要喝一碗，
确定洗去所有的过去的这种记录，忘记了人世间这种快乐的生活，爱恨情仇，把它全部了结之后，卸下了所有的包袱和执念那样你才可以抵达来生，才可以投胎。实际上不光在中国，在古希腊也有一条这样功能的河，叫做望河，为冥界的5条河之一。亡者到了冥界就会要求被喝下望河的河水，用来忘记尘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后来望河就被拟人化了，成为了遗忘的女神丽西。那我们以后再来说丽西。那为了防止有些阿飘他不愿意喝，孟婆发明这种汤实际上味道也特别诱人。来到地府的人都很远就被孟婆汤的这种香味所吸引，那不知不觉的就跑到孟婆熬汤的地方，然后定睛一看，上面还写着免费品尝4个大字。那这个时候呢，慈祥的孟婆笑呵呵的给递上来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孟婆汤。那毕竟是初来乍到嘛，谁也没有办法抵挡这种诱惑嘛，还免费。走了阴曹地府这么多路，对吧？口也很干，于是呢就会端起来一饮而尽。喝完了之后马上就进入了格式化的状态，只剩下2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迷迷糊糊之中，对吧？孟婆用手一指，你不是要过桥吗？于是这个人就迷迷糊糊的跟着队伍直奔轮回去了，再去投胎了。那这样一来呢，孟婆就解决了因为有人因为执念太深而不愿意进入轮回的一个大难题。那实际上孟婆和她的汤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不管在神话当中，就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发觉没有，孟婆汤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喝了它就会忘记了过去，那意味着人的灵魂就获得了新生，和原来的一切都做了一个了断。新生实际上不仅仅代表肉体还有你的思想。一旦你喝了孟婆汤，对吧？你的灵魂就是一个崭新的灵魂，原来的善恶都一笔勾销。那从此以后，你的新的生命重新铸造它的新的灵魂，不管生前是什么身份，穷还是富，善良还是恶霸，实际上都不重要了。一旦过了奈何桥，众生平等，一碗汤下肚，这个灵魂就会勾销过往，从此以后，它只能是一往无前的向前走。这实际上就是新生的意义，是灵魂的新生，也是人的新生，绝对不是什么迷信。忘记过去，昂首向前，才能获得新生。中西方的文化中对待死亡的这种重生都有着相同的意境。而对于我们活着人来说更是要鼓励人们好好去追求，去享受当下的这种生活嘛，要对生活中的恩怨情仇包容看待，因为终究有一天呢，这些都会成为过往云烟。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嘛，放下一切才能活得自在，这就是这个道理。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我是老白，欢迎下次再来，拜拜。